女人捡起地上被老鼠啃过的红薯，正要递到嘴边的时候，突然眼前一黑，一头摔倒在地。等她再次醒来时，眼前的一幕让她目瞪口呆。明明是冬天，路边的草木怎么还是绿色？几个年轻的女孩结伴从她身边经过，带着香喷喷的风。柳如烟好奇地盯着她们的背影。她们手里拿得发光的东西是什么？一对母女从她身边走过。她们是人吧？这里是天堂吗？妈妈，那个姐姐好奇怪啊。是啊，好久没见过这么老款的小孩了。2025年了，怎么还有这样穿的？这时一阵食物的香味吸引了他的目光，他循着香味看去，左手边一家菜馆，招牌上写着9转回肠。他不自觉地走了过去，站在门外看着店内的情景。这时一桌客人吃完去结账，他转头看到桌子上还剩了很多菜。哇，这么多肉和米饭，还有蛋羹，那边还有半条鱼，他们都不要了吗？即使是村里最有钱的人，也没有这么浪费吧？他飞快跑了过去，抓起一块肉就塞进嘴里。太好吃了，从没吃过这么好吃的红烧肉。柳如烟想趁被赶走之前疯狂的吞咽，想着多吃几口。此刻饭店内的服务员也发现了女孩。是讨饭的吗？好多年没见过了。老板，7号桌有个讨饭的在吃桌子上的剩菜，你下来一趟。此时另一个同事也走了过来。是不是精神病跑出来的？你看他穿的衣服，这衣服80年代的吧？怎么现在还会有人穿这种衣服？见老板从楼上走下来，服务员指着7号桌。老板，你看那个人，要给他赶出去吗？让他吃吧，等他吃完问问他什么情况。柳如烟吃饱后才注意到一旁有人正看着他，想到刚刚的举动，他脸腾的一热。对不起，我实在是太饿了，我可以帮你干活。你吃吧，没事，这些菜本来也是要倒掉的。倒掉？这么好的菜，这都是肉啊，怎么能倒掉呢？这时想到家里的弟弟妹妹还在等他，没有吃饭，眼泪就不自觉流了下来。就在几分钟前，姐，我饿。姐姐，我也饿。家里已经断粮1周了，能戒的人都戒了。此时的姐姐也不知道怎么办。姐，我好想妈妈，妈妈在的时候还有肉吃呢，我也好想吃肉。家豪，你看着妹妹，我去借点粮，一会就回来。好，姐你放心吧，我会看好妹妹。柳如烟吸了口冷气，一头扎进寒冷的夜里。她快步来到平日里对她有所照顾的佩兰一家。大过年的不回家，在这里干嘛？四奶奶，我去，赶紧回家！大过年的不兴触眉头。柳如烟刚开口就被打断，只好无奈地回了家，眼泪在眼角打转，却也没掉下来。家豪搂着妹妹，听到外面有动静，高兴道：姐姐回来了。家豪慌忙跑到门口，却见姐姐缩着双手，两手空空。家豪满眼失望。姐姐，没事，姐去地窖里再找找看有没有好红薯。那姐姐快点回来，我在家等你。想到这里，他站了起来。不行，我得回去，他们2个还在等我。柳如烟余光瞄到桌上的剩菜，还有好多，鼓起勇气看向老板问：这些菜不要的话，能不能给我？闻言，老板看了看她，女孩看着不过14、15岁的样子，衣服又比较单薄。这个年代怎么可能会有人吃不上饭？国家扶贫这些年，怎么可能存在吃不上饭的情况？我去后厨给你打包点饭菜。说完，菜馆老板起身去了后厨。今天是阳历2025年2月3日8点整。2025？怎么可能是2025？今天不是1985年的最后一天吗？小姑娘，这个你拿着。今年是几年？今年是2025年。柳如烟听到菜馆老板的话，愣了一下，随后感激地给老板鞠了个躬，道谢后赶紧跑到自己来时的位置。得想办法从原来的地方回去，如果回不去的话，佳怡和家豪怎么办？可能真的会被饿死。正在他翻找回去的方法时，无意中触碰到了一面镜子，这时一阵晕眩感袭来。柳如烟闭上眼睛，再睁开眼睛，熟悉的气味扑面而来。姐姐，姐姐！出口处传来家豪的声音，让他清醒了过来。刚刚是梦吗？如果是梦的话，也太真实了。柳如烟动了动手指，看到手里拿着的是刚刚菜馆老板给他的饭菜。怎么会？刚刚不是梦，太神奇了！刚刚我真的去到了40年后。柳如烟快速爬出地窖，我在这里。姐，你吓死我了！我喊你半天了，你去哪里了？我没事，我刚刚去弄了点饭。姐，这是什么？好香啊！柳如烟关上卧室门，打开袋子，拿出饭菜，里面装着2盒米饭和4盒菜。我刚刚在路上遇到一个好心人，他回家给我打包的饭菜。姐，现在能吃吗？家豪看着饭菜，口水都要滴下来了。还有肉，好香，爸不会闻到吧？没事，他睡着了，没那么快醒。家豪和佳怡已经迫不及待地打开1盒米饭，扒了几口。姐，你也吃。我不饿，我已经吃过了。好好吃呀，香的我都迷糊了。姐姐，以后还能吃到这么好吃的饭吗？以后不知道还会不会再去到40年后。晚上2个孩子都睡了，柳如烟躺在床上翻来覆去。以后的日子要怎么办？那个世界如果能再去就好了。想完，她起身穿上衣服，再次来到地窖前。
女孩在垃圾桶里疯狂地打包着饭菜，由于饥饿让她顾不了那么多。哇，有猪肉，还有鸡蛋，米饭还剩这么多，这下弟弟妹妹就不会挨饿了。小姑娘，垃圾桶里的食物不能吃。柳如烟吓一跳，转身一看是一个骑着3轮车的老奶奶，仔细一看这人还有点面熟，手里的饭菜不自觉地掉在了地上。就在几分钟前，柳如烟从过去穿越到了25年，周围的房子都盖成了2层小楼，为啥只有我家的房子还是那么旧？佳怡家豪现在过得怎么样了？小姑娘，我看你有点眼熟啊。算了，年纪大了，老糊涂了。老人感慨。随后来到柳如烟身后的垃圾桶边，弯腰开始翻找。柳如烟知道这是在捡破烂，这些瓶子和纸盒肯定是可以卖钱。说到钱，柳如烟眼神亮了亮。奶奶，这捡破烂可以赚钱吗？捡破烂才能赚几个钱，捡一天能赚30就不错了。我白天是环卫工，晚上睡不着才出来捡东西。捡破烂一天能赚30，如果能每天捡30块钱的废品，那我们就不用挨饿了。奶奶，这些瓶子捡了拿到哪里去卖？多少钱一斤？老人突然转头看了他一眼，似乎是眼神不好，又凑近了看。不会是被认出来了吧？突然，老人像想起来什么一样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家住哪里？我叫王佳佳，家就住在这附近。柳如烟随口胡诌了个名字，生怕被认出来。我说也不可能，怎么会是他呢？明明在85年过年那天。不过想起他那个赌鬼废物老爹，我就生气。柳如烟想着越少人知道他的身份越好，也只能尴尬的笑笑。这里瓶子是3块钱一斤，纸箱8毛一斤。那个废品站老板是我娘家侄子干的，价格比别人给的高一点。你去卖就报我的名字，也能卖这个价。好的，谢谢奶奶。随后柳如烟来到了另一条街，她翻了几个垃圾桶，果然里面有瓶子。空瓶子可以卖3块钱一斤，这里瓶子这么多，肯定很快就能捡够1斤。这时他看到昨天的那个饭店，他走进去，服务员看到他微微一愣，立马认出是昨天那个女孩。你好，有事吗？你好，我想问一下，你们这里要人吗？我什么都可以干。这个姑娘看着也就13、14岁的样子，跟我家女儿差不多大。你太小了，我们要成年人。你这个年纪应该还在学校上学才对，怎么想着出来打工？我父母都不在了，弟弟和妹妹没人带，家里还缺粮食。柳如烟低头，余光瞄到一旁的啤酒瓶。那边的啤酒瓶子不要的吗？不要了，你要的话你拿走吧。啤酒瓶子在我们那边是3毛钱一个，可以拿到代销店换钱，一共有8个瓶子，可以换2块多钱。他跑过去，将瓶子全部装进袋子里。以后有瓶子的话，我还可以来拿吗？可以，你尽管来拿。柳如烟离开饭店，提着瓶子来到地窖，她一手拎着酒瓶，一手扶着镜子，熟悉的晕眩感让她回到了85年。柳如烟将酒瓶上的标签撕掉，拎着酒瓶去小店换取了2斤3米。刚回到家，这时家里突然来了几个人。你爸呢？叫他出来还钱。什么钱？你爸借的钱，一共573。573？你没搞错吧？前天在高庄，你爸在牌桌上借的，有字有据。对，他说了今天去还给我们的。他人呢？赶紧叫他出来。他一大早就出去了，我不知道去哪了。不知道去哪了？他是你爸，你能不知道吗？我确实不知道他去哪了。他不在，你去拿钱还。我还？我哪有钱还你们？没钱？那我们几个可就不客气了。你要干嘛？强志，别吓唬他。这是怎么了？都搁着站着。是佩兰姨。佩兰姨和她母亲原本是一个村的，两人一前一后嫁过来，因此在一起处的比较好。高桥，你来这干什么？佩兰姨明显认识那个男人。没干什么。男人对身边的几个人使了个眼神。走了，看来今天是要不成了，我还会再来的。见那群人走开，柳如烟放下提着的心。你爸怎么惹上这些人？你年纪这么小，脾气犟是要吃亏的，遇到强硬的人该软就要软。知道了，佩兰姨。他明白佩兰姨是为他好。佩兰姨看他们没事也就回了家。柳如烟把刚买的米煮了些米饭，把剩下的菜热热。姐，这鸡分2次吃吧。嘉豪看着鸡肉舍不得下筷。吃吧，以后好吃的还多着呢。等明天我再换点啤酒瓶，买点白菜来，碗里还有剩下的红烧肉的汤汁，可以代替油用来炒白菜。吃完饭，嘉豪带着佳怡去兰兰家看电视。柳如烟找了一个装尿素的袋子，钻进地窖。她沿着街道一边走一边翻着垃圾桶，不知不觉来到了美食街。美食街垃圾桶内资源非常丰富，每个垃圾桶里都有许多饮料瓶。正在他疯狂找寻的时候，背后突然响起一个声音：“你这小丫头，懂不懂规矩？这一条街都是我包的，你不许捡！”柳如烟转过身，说话的是一个看起来60岁左右黑面的老头，瞪着眼睛看起来有几分吓人。这些废品是游客扔的，又不是你扔的，
为什么不能剪？你这小丫头，胆子不小，你也不看看我是谁？你是谁？这话在黑面老头眼里就是在挑衅他，他瞬间暴怒。我说不能剪就不能剪。此时身边也围了一圈看热闹的游客。小姑娘，你跟他一个赖皮缠什么？你赶紧走吧，别跟他一般见识。这么大年纪的人没难一个小孩。爷爷，我就是想捡一些破烂，帮我家庭减轻一些负担。我家穷的饭都快吃不起了，还有弟弟妹妹要养活。你吃不起饭关我什么事？明明都是些破衣服、破玩具，却遭到了无数人的哄抢，甚至有些人拿钱都买不到，只因这些破烂是女孩从现代垃圾桶里捡来的，拿到80年代却成了抢手货。接上集，柳如烟捡了一天废品，却遭到老人的争抢。你这老的就会欺负小孩，你缺那几个瓶子钱吗？你家儿子开店1个月赚的也不少，咋的？你们儿子不养你吗？你懂什么？这街也不是你家开的，凭什么你能捡人家不能捡？对呀，我们扔的瓶子只许这个小姑娘捡，不许你捡。老头看人越来越多，甚至有几个壮汉跃跃欲试，只好灰头土脸的走开了。之后，柳如烟来到老奶奶介绍的那家废品站，去了发现老奶奶也在。李涛，这个小姑娘捡了一些废品，你给她称一下，别扣秤，这孩子不容易。大姑，瞧你这话说的。老板，这纸箱现在多少钱一斤？纸箱最近降价了，7毛钱一斤，给8毛一斤。这孩子跟我亲。好好好，8毛一斤。叔叔，你称记得调一下。放心，不会坑你的。纸箱12斤，瓶子5斤，一共24块钱。柳如烟眼前一亮，24块，这么多。有微信吗？我转给你。柳如烟好奇地看着他手里的手机，摇摇头。微信是什么？我没有微信。那给你现金吧。这是一个男人骑着一辆自行车过来。老板，自行车售吗？叔，自行车按废铁价收。谢谢老板。佳音接过钱，看着手中的纸币有些懵，这些钱只有1、2张自己认识的，其余的拿回80年代也不敢花。一天卖了这么多，很不错。佳佳，我先回去了。老奶奶，谢谢你。什么？这个自行车就15块钱？对呀，这个按废铁价收就是这些。我这个车买700多块钱，现在还好好的，就是车缺点油，哪里都没坏。你没坏我也不骑啊，你卖就卖，不卖你骑回去自己用。这个自行车看起来很干净，轮子还很新，15块钱也挺划算。这车看着挺新的，你干嘛要卖？家里有电动车了，要不是家里放不下，我也不想卖。要不你卖给我吧。好家伙，你抢我生意啊！叔叔，你这么大的家业，肯定也不在乎这么一点。我买是留我自己骑的，下次我有废品，肯定还来你这卖呢。开玩笑的小姑娘，这小姑娘挺有意思，年纪不大却很会说话。那我就谢谢老板了。柳如烟数出15块钱，递给那个卖自行车的男人。男人接过钱，将自行车递给柳如烟，有些不舍道：“这个车我买的时候可贵了，算你捡到便宜了。”这自行车的手感很好，颜色轮胎都非常新，这种车在我们那边卖二手车也能赚个不少。随后柳如烟进入超市，首先被超市的丰富种类惊讶，随后又被物价惊到，有些蔬菜卖到10几块钱一斤，这比肉还贵。看了一会，他还是放弃在这里买米和面，倒是一边的水果区有个筐里放着一些品相不太好的水果，0.5元一斤，5毛钱，好便宜。在我们那里，冬天即使是不好的水果也不会这么便宜，好想吃。他很久没有吃过水果了。弟弟妹妹也是，每次看到别人家的孩子吃，只能暗暗的咽口水。他学着别人的样子抽了一个塑料袋，拿了几个芒果，一个火龙果，然后是苹果和香蕉，又拿了一串和葡萄相似的水果，一共2.8元，这么多2.8，好划算。他仔细看过这些水果，没有腐坏的，只是表皮有些干巴样子，不太好看。回到家，可刚走到卧室，柳如烟就听到佳怡正在屋里哭着。明明都是些破衣服、破玩具，却遭到了无数人的哄抢，甚至有些人拿钱都买不到，只因这些破烂是女孩从现代垃圾桶里捡来的，拿到80年代却成了抢手货。接上集，柳如烟拿着从现代买来的水果，刚到家就看到佳怡在哭。怎么哭了？姐，你回来了。姐姐，佳怡冲过来抱住她的腿。好了，不哭了。柳如烟抱着佳怡，熟练的哄着。姐，你今天下午去哪了？我们找你半天也没找到，佳怡都急哭了。我去捡了一些破烂，去镇上卖，下次不会这么晚回来了。姐，我也要去捡。不行，你在家看着佳怡。柳如烟掏出2块钱硬币，把硬币递给嘉豪。你去小店里买一把挂面，镜子的事情还不能让嘉豪知道，小孩子嘴巴快，怕嘉豪守不住秘密。姐，挂面1块钱一把，再买1包盐。好。嘉豪点点头，跑了出去。不能再哭了，看小脸蛋皴成什么样了。他伸手擦拭佳怡脸上的泪水。姐，你下次出去记得带上我。外面太冷了，还要走好久，你太小了，等你长大，姐姐再带着你好不？看佳怡又想哭，柳如烟连忙道：姐姐买了好吃的水果哟，有苹果、香蕉。听到水果，佳怡立马开心起来。佳怡捧着香蕉小口吃起来，好好吃。
姐，那些是什么啊？佳怡好奇地瞧着袋子里其他水果。这是芒果，这是火龙果，这个是橘子、橙子，这些都是我们家的吗？在他记忆中，他们家没有买过水果。是我们家的，放心吃吧。不一会，嘉豪买来挂面，看到佳怡吃着香蕉，惊喜道：“哪来的水果？我也要吃。”吃，都有。柳如烟拿起一根香蕉递给他，在家里吃，不要给别人看到。姐，好好吃啊。我捡破烂卖钱，不要告诉别人，万一他们也跟我一起捡，我就捡不到了。我知道了。柳如烟用剩了2天的红烧肉汤，加了点水，下了点挂面。第二天，佳怡看姐姐要走，姐姐，你早点回来。姐姐下午就回来了，你在家乖乖等我，姐姐给你带好吃的。我不想吃好吃的，我想要姐姐。那我们都饿死吗？姐姐不赚钱，我们连稀饭都没得吃。嘉豪一副大哥哥的样子训斥道。佳怡哇一声哭出来。你带他去别人家看电视。走，哥哥带你去看电视。嘉豪带着佳怡走了出去，看到他们俩走开，柳如烟松了口气，爬下地窖。柳如烟推着车去到附近小区，小区里除了纸箱瓶子之外，有时候可以捡到一些很新的儿童玩具和衣服。捡完附近的小区，他又去美食街转了一圈，有了自行车的助力，一个上午捡了20多斤纸箱。哦，又来卖纸箱了。我还有瓶子，你等我一会。柳如烟把纸板卸下来，分2次把废品运过来。这次纸箱一共有46斤，瓶子12斤，还有一些零散的铝罐瓶，一共卖了82块。叔叔，可以帮我换成硬币吗？我想要这种老式的硬币。旧版硬币好像还真有一包。李涛进屋，提着一个脏兮兮的塑料袋走出来，将袋子拿出，打开里面全是牡丹硬币，他数出82个给到他。之前收拾仓库搜出来的，你拿着。谢谢叔，这些钱够他们买很多粮食了。嘉豪看到姐姐回来，高兴地围过来。姐，这里面装的什么？柳如烟从袋子里拿出玩具，一个零件破损的挖掘机，是个挖掘机。嘉豪如获至宝，长这么大还没有人给他买过玩具。他又从袋子找出一个带着卡通人物的发夹递给佳怡，最后他又拿出面霜，给佳怡皴裂的脸上涂抹上。姐，这是什么？好香啊！这是面霜，你也抹一点。柳如烟又挖了一坨，抹在嘉豪脸上。嘉豪的脸比佳怡皴得更厉害。好疼！姐，这个味道好香啊，是花花的味道。看着他们天真无邪的笑容，佳音暗暗下定决心，一定要努力赚钱，给弟弟妹妹好的生活。第二天，柳如烟刚出地窖，就遇到一家店铺似乎在装修，一个男人正在将钢管往外拖。他停下来，上前问道：“你好，这些是不要的吗？”我不要了，你要就拿走吧。我刚买的钢管去哪里了？最近有兄弟说用手机看视频不清晰，想要更爽更高清的话，推荐你使用抖音电脑版。大屏看视频更过瘾更清晰，网友弹幕互动更流畅，还可以免费设置颜值博主专属动态壁屏。快用你的电脑下载抖音电脑版吧。女孩烧了一锅36度的开水，然后把弟弟妹妹的衣服褪去，倒进锅里。烫不烫？有一点烫。刚进去就是有一点烫，等一会就好了。女孩拿出在现代捡到的洗发水，涂在他们的头上。他们从没用洗发水洗过头，刚洗2下就洗出了很多的虱子。他们原本乱糟糟的头发立马变得顺滑。洗完澡，他们穿回之前的衣服。女孩将剩下的热水倒进盆里，又重新烧了一锅水，给自己也洗了一遍。第二天早上，柳如烟早早的来到了李涛的废品站。老板，这废铁怎么卖？镀锌钢管1.3一斤。这上面哪来这么多血？刚刚搬的时候把手割破了。一共67斤，还是要现金是吧？李涛拿来钱递给他，柳如烟数了数，老板，多了吧？拿着吧，没零钱。谢谢老板。柳如烟刚要走就被李涛叫住，你等下，我叫我媳妇给你拿个创可贴。说完，李涛冲屋里喊，老婆，拿点创可贴出来。过了一会，一个微胖的女人走出来，她长得白白净净，和邋里邋遢的李涛形成很大的反差。谁受伤了？这个小姑娘。哪里受伤了？这里。手心里的血下姜丽一跳，姜丽在柳如烟手心倒入碘伏。你家大人呢？你这手怎么冻成这样？我妈妈去世了，我爸不知道去哪儿了。那你家里还有什么人？还有弟弟和妹妹。没有大人吗？这孩子太可怜了。姜丽帮他消好毒，贴上创可贴。柳如烟对他说了声谢谢，推着自行车走了。卖完钢管，他手里有将近177现金。下午，柳如烟流窜在各个小区里，遇到一家人正在搬家，桌子、椅子、沙发都不要了，还有电视、冰箱等大件。他上前询问：“这些是不是都不要了？”“是的，你要的话就拿走吧。”柳如烟推着车，飞快地来到李涛的回收站。有没有3轮车借用一下？看着女孩累到喘着气的样子，李涛好奇地问：“哟，你要干什么？”刚刚捡到一些旧电器，我搬不过来。远吗？不远，就那边的锦绣家园。我陪你去吧。
谢谢婶。姜丽骑着3轮车，柳如烟推着自行车走在前面。柳如烟跑的速度很快，生怕别人把她的破烂捡走。到那里后，果然看到几个大妈在旁边驻足观望，还好她回来得快。这些家电看起来这么新，怎么就不要了？太浪费了。有可能是坏的，先把冰箱抬上去，你行吗？我可以的。柳如烟咬着牙使劲将冰箱抬上去，又将电视搬上去，看着剩下的家具。婶，这个沙发和椅子能卖吗？这个我们不收，不能卖。可是这好好的家具，这么扔了太可惜了。这些皮沙发没有破损，表面干干净净，这哪一件都比我们家现在用的好。能帮我拉到我住的那里吗？行啊，你要这沙发干什么？我们家没有沙发，带回去留着自己用。这孩子还挺顾家的。将沙发卸在马路边，让姜丽带着电器先回去。等姜丽走后，柳如烟才敢把东西拖进家里。这堆电器最后加在一起，一共卖了170元。婶，这个洗衣机还能用吗？你插上电试一下。她通上电，看着洗衣机上的旋转按钮，应该按哪个？这个要怎么用？你不会用吗？我没用过。她有些不好意思。姜丽扭动脱水的按钮，脱水筒呼呼转起来。太好了，是好的。叔，这个洗衣机我留着自己用了，这个钱退给你。柳如烟抽出20块钱递给李涛，李涛点点头收下了。在农村，洗衣机现在还是个稀罕物，还没见过村里有谁家用洗衣机呢。姐，你每天出去，走到镇上也好久了，到哪里捡破烂啊？柳如烟愣了愣，大脑疯狂找补。谁说我走过去的？我在路上不会搭车吗？也对，我咋没想起来呢？她隐隐觉得哪里不对，但也说不出来。姐姐这么说后，她也不再纠结。吃过饭，柳如烟去代销店让三爷爷代购点肉。要买什么？三爷爷，你明天去镇上进货，帮我带点肉回来。柳如烟拿出10个硬币递给三爷爷，多一点也行，多的我再不给你。好。嘉豪嘉怡盯着橱柜里的辣条糖果，目光久久无法移开。想吃吗？嘉怡如小鸡啄米般点头，期盼地看着他。姐，这块肉的瘦肉太多了。没事，瘦肉也好吃。我也觉得瘦的好吃，可村里的人都说肥的好吃，那是他们不会吃。女孩将肉洗干净，切块，然后拿出从现代买的盐，腌一腌，比起之前吃的粗盐不知道好多少。嘉豪麻溜地跑来烧火，真香。过了一会，肉做好，嘉怡迫不及待地吃起来，好好吃。嘉豪抬头看着他姐姐，自从姐姐出去捡破烂卖钱之后，他们每天都能吃饱，这在以前根本不敢想。姐，你出去捡破烂，我一定带好嘉怡。姐姐，我一定听哥哥的话，乖乖的，不会乱跑。好，你们俩都是好样的。听到夸奖，两人心里像吃了蜜糖一样开心。可是就在这次出去之后，家里却发生了意外。柳如烟刚出地窖口，就听到院子里一阵哭声和责骂声。院子里站着好多人，其中一个中年妇女抓着嘉怡的头发使劲晃，嘉怡哭的都没有声音了。嘉豪在一旁掰女人的手，你放开我妹妹！看到这一幕，柳如烟情急之下抄起一旁的凳子扔在女人的头上，女人顿了顿，身子软下来。在场的所有人都震惊了。妈！王轩轩扑过去，柳如烟这才注意到王轩轩也在。就在昨天，柳如烟刚买好吃的就遇到王轩轩一行人。王轩轩因为嘴欠，被吃饱饭的柳如烟打了一顿。王轩轩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，跑回了家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都在这干嘛？是柳如烟干的，是她拿板凳砸我妈的头。你杵着干啥？赶紧给她抱到卫生室呀！刘佩兰看着一旁杵着的刘梅丈夫王伟光，王伟光猛然惊醒，上前抱起李梅，往卫生室的方向跑去。如烟，我跟去看看，你别怕，你在家待着，看着弟弟妹妹。柳如烟点点头。姐，他会不会死？你会不会被警察抓走？我不要你被抓住，我不要姐姐被抓走。不哭，姐不会被警察抓走的。疼不疼？姐姐在，我就不疼了。嘉豪，你呢？我没事。跟我说说是怎么回事。我跟妹妹在屋里玩玩具，听到有人喊，出来就看到王轩轩带着他爸妈来。我知道他是来找你的，就跟他们讲你不在家。他妈不停地骂我们，嘉怡说了句不要骂我姐姐，他就来抓嘉怡的头发，还打嘉怡，然后你就回来了。下次遇到这种事，先带嘉怡躲开，或者去叫人。有什么事等我回来再说。知道了，姐。第二天早上，柳如烟被嘉豪叫了起来。姐，大姑做好饭了，快起来吃饭。昨晚她去美食街捡垃圾，很晚才回来。来到厨房，大姑已经煮好稀饭，热好菜。你爸前天找人捎话给我，说他去打工了，以后你们3个在家有什么事就去找我。去哪里打工了？不知道，他没说。刚刚我在路上听他们说，你把王伟光家里的打了。是他们先打的嘉怡，我才动手的。你们3个小孩在这村里又没有大人在，有些事能忍就忍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像你一样吗？大姑一时语塞。20多年前嫁到李家村，生了2个儿子，平日里家里外面的活都抢着干，却还是被家里处处打压。我带了一口袋白菜，还有自家做的粉丝，你们留着吃，我就先回去了。家里还有一大堆活要干。你不吃点再走吗？我在家吃过饭来的，你们吃吧。姐，
大姑带来这么多白菜呢。柳如烟抬头一看，果然很大一包，有30多斤的样子。这个时候的白菜价格很便宜，在未来的超市里看到的蔬菜价格却贵得离谱。突然她灵机一动，可不可以把白菜带到未来去卖呢？女孩学着别人将白菜和粉丝摆好，又学着别人的样子把外面不好看的白菜叶掰掉，有模有样的蹲在那里。这是女孩第一次尝试卖菜，每一个环节都让她不敢忽视。这白菜怎么卖的？1块钱1斤，还没来得及了解价格，1块钱1斤应该不算贵吧？那人听说了价格，立马道：“给我来3颗。”柳如烟拿出家里带的秤，称了一下，有9斤多一点。9斤3两，你给10块钱吧。小姑娘还真会做生意。柳如烟把白菜从秤上拿下来，却发现自己没有准备塑料袋。不好意思，我没有袋子装，要不你等我一下，我买几个袋子来。小姑娘，我这有。旁边一个摆摊的大爷递过来一个皱巴巴的塑料袋，明显是用过的。谢谢爷爷。10块钱对吗？扫2维码。有现金吗？我没有2维码。他现在还没搞懂2维码是什么。扫我的吧，我给你现金。你这白菜卖的便宜了，今年冬天菜价贵，超市里面卖2块5一斤，你这怎么也要卖2块才划算？2块？这么贵吗？在我们那边，现在白菜价格是1毛钱1斤。哦，爷爷，你卖的红薯是多少钱1斤？红薯2块5，你要的话给你2块钱1斤。柳如烟连连摇头，他们几个吃红薯已经快吃吐了，粉丝的价格更贵，以10块钱1斤卖的，一个早上，柳如烟的白菜全部卖完。数了数一早上卖的钱，将近150元，这不比捡废品赚钱多了。剩下一点粉丝他送给卖红薯的大爷了，毕竟一上午用了大爷不少塑料袋。卖完菜，担心王轩轩爸妈再来，他赶紧赶回家。今天有人来闹事吗？没有，外面都在说你厉害着呢，敢打母老虎。没人来就行。姐，刚刚你的那个同学来找过你。哪个？张美丽，还有一个不认识的。张美丽是她上学时的同学，现在很少在一起玩。随后柳如烟看着佳怡，抹了几天的面霜，佳怡脸上的皮肤越来越好，白里透红，看着有点像城市里的小女娃。姐，我们打扫爸这屋干嘛？以后爸不在家，这个屋就留你睡了。我不要一个人睡。不要也不行，你这么大了，该自己睡了。我一个人都捂不热被窝，我给你放暖水袋。见嘉豪还想说什么，好了，赶紧干活。这时院子里传来张美丽的声音：“如烟在家吗？”我在家。咦，如烟，你的皮肤才几天不见，怎么变得这么好？你找我是有什么事吗？我想问你明天去不去镇上？我爸明天正好要开拖拉机去镇上，咱们可以一起坐车去。柳如烟想了想，点点头，也行。明天走之前你来找我，正好我也想买点菜去卖。好，那就这么说定了。姐，明天要去镇上吗？是啊。赶紧干活吧！自从母亲去世后，他都没有再去过镇上。好嘞，姐。想到明天要去镇上，嘉豪浑身充满了干劲。柳如烟将几个晚上捡到的纸板绑在后座上，全部运到废品站。一共是126块钱，还是要现金吗？对了，叔，我想跟你换一下硬币。硬币要这个干嘛？现在就收藏有点早了吧？不是收藏，就是用来花的。你要换多少？叔，这次换500。那我去看看，不一定有这么多。李涛说完，转身进屋。过了一会，李涛拎着一包硬币走过来。你看看够不够？我自己数吗？数好跟我说就行。数了一会，数出500个，剩余的大概还有200多，下次再来换。柳如烟把纸币递给李涛，拎着沉甸甸的袋子。第二日早早把佳怡家豪摇起来，带着他们一起去到了镇上。一集不够看，主页置顶视频可以提前观看哦。你打算买什么？我想买点菜，再买点调料。你呢？我要买下学期用的笔和笔记本。说到这里，柳如烟想起了嘉豪，他马上开学也要用。那我也买一点，嘉豪要用。那你呢？下学期你上学吗？柳如烟愣了愣，摇摇头，可惜了，你之前成绩那么好。没事的，我不上学没关系，以后我弟弟妹妹有学上就行了。我先跟我爸去买点东西，你们先逛。柳如烟一手拉着佳怡，一手拉着嘉豪，在人群中走着。等下你跟紧我。我知道了，姐。路过一个卖冰糖葫芦的，嘉豪停下，盯着糖葫芦看，想吃就买一点。姐，算了吧，现在年已经过了。在他印象里，只有过年才能吃这些东西。佳怡咬着手指，眼中流露出期盼。老板，2串冰糖葫芦。好耶。姐，要不你就买一个吧，我不吃。姐姐以后会赚更多的钱。我们以后一定要赚多的钱。姐姐，你也吃。姐姐不爱吃糖葫芦，你自己拿着吃吧。三人边走边看。这时柳如烟看到一个卖大白菜的摊，走上前问多少钱1斤？1毛钱1斤。要的多的话，多少钱？你要多少？先要100斤吧。100斤的话，给你8分钱1斤。可以，那老板我一会过来啦。那好，我现在就打电话让他送来。咦，手机怎么又没信号了？换个手机吧，以前的老手机都闲置吃灰，现在不一样了。
我们有二手回收平台爱回收。我最近换了新手机，旧的苹果13 Pro 叫爱回收当面回收了，还卖了3000多呢。靠谱吗？那肯定啊，上市公司，全国近2000家门店，要回收闲置数码产品，我推荐爱回收。那我等会也看看。老太太，你眼睛不好，这鸡都是病鸡，你肯定不能卖那个价格。一旁说话的声音引得不少人围观。柳如烟好奇发生了什么，也围了过去。一个老奶奶前面拴着几只鸡，和她说话的是一个男人。那你说多少钱一斤？你这些病鸡，2块钱一斤，我全部都要了。老人穿着破旧的棉衣，看着很单薄，衣服又脏又破。柳如烟看向那几只鸡，精神抖擞的样子明显不是病鸡。现在鸡肉和猪肉价格差不多都是4块多一斤，那个男人刚刚说病鸡2块钱一斤，竟然生生砍掉一半的价格。2块钱不行，我这鸡好好的，你试试这重量，病鸡哪有这么重？你这鸡冠子都拉拢下来了，就是病了。你年纪这么大，早点卖掉，早点回家。男人这么一说，老奶奶有些不确定的摸了摸鸡冠，看是生病了吧？老奶奶没说话。这些鸡我要了，奶奶，这鸡多少钱一斤？4.5一斤，我来的时候称过，一共4只鸡，32斤，32斤，144块钱。柳如烟掏出钱正准备数，男人一把抓住她的手臂。哪来的黄毛丫头坏我好事？买卖自由，我想买，别人想卖，关你什么事？柳如烟用力甩开他的手，将嘉怡往嘉豪身后推了推。今天这鸡我买定了，我不让买，我看谁敢买。我说我这鸡在家好好的，怎么就生病了？你这后生怎么这样？姐，咱们走吧。没事，派出所就在对面，不怕他。柳如烟故意提高音量，心中也有些紧张。孩子，你别跟他起冲突，我今天不卖了。都怪你，你给我等着。男子哼了一声，转身走开。这时旁边一个人告诉他：你胆子也太大了，以后离他远点，那家伙可不是什么好东西。随后柳如烟向他说了声谢谢。奶奶，这几只鸡帮我装袋子里吧。小姑娘，谢谢你。没多久张美丽找过来，他们又去买了其他东西，随后给张美丽买了串糖葫芦，毕竟用他家的车拉的白菜真好吃，我爸爸都不给我买，你买这么多白菜能吃掉吗？白菜能放。哦。女孩把鸡放进猪圈，然后把石头砸碎成小石子，放进剩饭里，这样就可以让鸡吃入的食物更容易消化。姐姐，我们要养鸡吗？不养，这个是留着卖的。留着下蛋不行吗？养鸡很费粮食，而且这些都是公鸡，不会下蛋。看着地上的鸡和大白菜，在未来的超市里，鸡肉10几块钱一斤，我卖便宜一点，应该会很好卖，对半利润应该是有的。等会儿我们吃一只，剩下的留着卖。姐，我们这样过得好奢侈。现在是长身体的时候，必须要吃点好的。下午柳如烟穿越到现代，来到了之前去过的那家饭店。大白菜和散养鸡，如果要的话，价格比市场价低。采购都是老板自己去买的。你家有什么菜？我问问老板。大白菜还有家养鸡。大白菜可以啊，但是家养鸡价格比较贵，我们饭店可能用不起这么贵的鸡。家养鸡多少钱一斤？家养鸡最少都是20多一斤，我们用的鸡都是养鸡场出的13块钱一斤，有的饭店用僵尸肉，价格更便宜。哇，散养鸡的价格原来这么贵。姐姐，你问问老板，如果他要的话，价格可以便宜。行，我帮你问问。走出饭店，柳如烟骑着车先去了高档小区溜达一圈，捡了一些纸板废品，又转头去了美食街，看捡的差不多了，他来到废品站。这天柳如烟突然想知道40年后的自己现在在做什么，想到这里一种怪异感油然而生。原来王家村拆迁那一片的人都搬到哪里去了，你知道吗？王家村那一片我认识的不多，王家村的王喜你认识吗？王喜是我小学同学那个王喜吗？他就在前面那条街开了一家沙县小吃，你去问问他。沙县小吃是小吃店吗？随后他找到王喜开的沙县小吃，灯光有些暗，里面没有客人。他刚想进去，抬眼看到玻璃门上的倒影，穿着臃肿的棉服，一头乱糟糟的头发。就算过了40年，自己这样出现很难不让他认出自己。思索片刻，他转身离开。第二天下午，柳如烟想了想，来到李涛的废品站，找姜丽帮他挑了件现代的衣服，又做了一款时兴的发型，来到沙县小吃店门前。此时天有些黑，店里亮堂许多，但客人依旧不多。后厨里一男一女正在忙碌。柳如烟抬头看了看菜单，老板，我要一份鲜肉小馄饨。好，在这吃还是打包？在这吃。你先找个位置坐。柳如烟不知该如何开口问关于自己的事情，如何挑起话题呢？这时头顶一暗，他抬起头，太像了。像什么？你长得很像我认识的一个人。太像了。像什么？你长得很像我认识的一个人。柳如烟故作淡定，谁啊？叫什么名字？我看看认不认识。你肯定不会认识。王喜，有外卖，你过来处理一下。好的，来了。这个外卖来得太不是时候了，他有意吃得很慢，眼睛不时看向后厨。好不容易等到王喜忙完，他才站起身走过去，慢吞吞的结账。老板，你刚刚说我像的那个人是谁？是我小时候认识的一个人。哦，他跟我有这么像吗？那他人在哪呢？他早就死了，
有将近40年了吧？柳如烟一瞬间大脑变得空白，她努力让自己回到现实。那他是因为什么死的呢？听说是为了去捉冰下面的一条鱼，掉冰下面了。是什么时候死的？应该是85年吧。回到家，她整个人仿佛丢了魂一般，浑浑噩噩的。姐，你怎么了？没什么。柳如烟有气无力的回答，但脑海里却不停的回想着王喜刚刚说过的那些话。姐姐，我有点饿，今天我们一起出去吃火锅吧。姐姐，在外面吃应该很贵吧？又要花不少钱吧？花不了多少钱的，像我出去吃饭都是美团团购，团美食茶饮5折起，吃一顿火锅能省100-200呢。5一出游吃喝玩乐，我推荐美团团购。那我们快去吧，姐姐。早上他提着大白菜和鸡来到现代，他放下菜先去饭店，除了问饭店老板要不要菜以外，还想买点塑料袋。我昨天问了老板，老板说大白菜要30斤，散养鸡他要了，按市场价。真的吗？那太好了，那他后面还需要吗？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，你先把你的菜拿过来给他看看，如果菜不错，价格也合适，后续应该没问题。好的，姐姐谢谢你。去把菜拎过来，等中午老板来，我让他过秤，晚点你直接过来拿钱就行。好的，婶。这公鸡看起来像我们小时候养的那种品种，现在都少见了。柳如烟想起自己那边的葱蒜都很便宜，还有葱和蒜都很便宜，比市面上价格低，能帮我问问老板要不要葱蒜？好，你明天先送一点，看看品质。饭店对葱蒜的用量很大，这些东西如果价格合适，老板应该也很乐意收。随后柳如烟又拉了一袋白菜，支起了小摊，因为定价比市场价低一些，刚摆下没多久就被一个大妈全部买走。还有吗？还有我还要。要不你等等再来，我去运。要不我跟你一起去拉。柳如烟赶紧拒绝，一个早上大白菜全部卖完，收入140多。8块钱的大白菜，转手就卖了140多，小赚小赚。卖完菜，他来到饭店，刚刚老板来过了，钱也结出来了，一共是720块钱。鸡给你算的是22一斤，白菜1.2一斤。那老板下次还需要鸡吗？这几只鸡老板拿回家自己吃的，饭店用这种有点不划算。不过菜你可以继续拿，葱和蒜也可以。姐，你再帮我问问，价格可以便宜一点，市场价22，我这里可以给17或者18一斤。你卖17、18一斤你要亏本的，现在粮食也要钱，还要花心思养。姐姐，我卖这个价格不会亏的。那行，我帮你问问。谢谢。柳如烟拿着钱回到家，她今天的收入一共是800多，去掉成本150左右，净赚700元。如果能每天给饭店供货就好了，就算是鸡不行，那肉呢？肉和那个时代的差价是10倍左右，和鸡肉差不多。女孩把自己收拾成现代的样子，却仅仅是为了再次见到40年后的老同学。随后她穿越到现代，来到王喜的沙县小吃店里，看着50多岁的老同学。老板，我要一份拌面。是你呀，小姑娘。拌面打包还是在这吃？打包吧。王喜在后厨里一边煮面一边问：你和她太像了，你家里是不是跟柳如烟有什么亲戚？她叫柳如烟嘛，我下次问问我爸。那他家还有谁在？也许我还认识呢。他家原来有个弟弟妹妹，他死了之后，弟弟妹妹好像被他爸接走了。没过2年，他妹妹不知道生什么病死了，现在就剩一个弟弟在监狱里面蹲着呢。佳怡生病，嘉豪坐牢。他弟弟犯了什么事？聚众斗殴，把人给打残了，又没有钱赔，听说判了10几年，这是有10来年了，现在应该快出来了吧？怎么会这样？嘉豪那么乖的孩子，怎么会聚众斗殴？那你知道他妹妹生的是什么病吗？不知道，拉回来火葬就埋了，谁敢问那么多？王喜摇摇头叹口气。那家人也是可怜，跟被什么诅咒了一样，6年死了3个，就剩他弟弟一个，还坐牢了。柳如烟心跳得很快，双手也止不住的颤抖。他们家就没有其他亲戚了吗？最近有兄弟说用手机看视频不清晰，想要更爽更高清的话，推荐你使用抖音电脑版。大屏看视频更过瘾更清晰，网友弹幕互动更流畅，还可以免费设置颜值博主专属动态壁纸。快用你的电脑下载抖音电脑版吧。他有个大伯混得挺好，自己开建筑公司，听说有钱得很。那他在哪里？不知道，我跟他们不熟。你的面好了。回到家里，脑子里一直回想着王喜的话。他将拌面分成2份，看着眼前狼吞虎咽的嘉豪，再看看佳怡。所以结局是可以改变的吧？我要好好活着，这个家一定不能向那个世界坍塌。过几天带佳怡去市区做个体检。姐，佳怡生病了吗？什么要做体检？就是去做个常规的检查。姐姐，体检是不是很痛？就是给我们的身体做个检查，看看哪里有没有不舒服的地方，不疼的别怕。随后又看向嘉豪，一定要想办法找到嘉豪所在的监狱，想办法见他一面。下午，
柳如烟找到隔壁村子里有拖拉机的王正海，他平日里专门负责接送人到镇上，单趟5毛，来回1块。先预约好明天早上去镇上。第2日，柳如烟早早来到王正海那里等车。来这么早？赶集都赶早，去晚了，好东西就卖完了。因为没有做早饭，柳如烟拉着佳怡、嘉豪来到早餐店。姐，这小笼包好好吃，慢点吃，没人跟你抢。他们长这么大，还没有来街上吃过早餐。姐姐，我以后还想吃，想吃姐就给你买。佳怡开心的用力点头。姐，我们花了好多钱了，你捡破烂赚钱够吗？别担心，姐有办法。吃饱喝足，3人在街上逛起来。柳如烟买了很多菜，又买了几只鸡。这时他看到一旁的盆里几只大甲鱼静静的趴着。老板，这甲鱼怎么卖？5块钱1斤。好贵。你小孩不懂，我这可是自己从河里逮的，昨天1天就逮了1个。我全部都要的话，能给我多少钱1斤？你全部都要？对。你全部要的话，给你4.51斤。先说好，这些甲鱼加一起不便宜。帮我称一下多少斤？一共12.8斤。你确定要吗？要的话我就装起来了。4块钱1斤，行的话我现在就要。女孩在80年代买的野生黄河大甲鱼，转手就拿到现代去卖。这天她又发现了几只野生的，便想着全部买下来。4块钱1斤，行的话我现在就要。她咬咬牙，行，4块钱1斤，一共51块钱。老板，你的秤没问题吧？放心吧，小姑娘，我经常在这买，不会坑你的。柳如烟拿出全是硬币的零钱袋，数出硬币递给老板。怎么全是硬币？这得数到什么时候？总比你不知道卖到什么时候好吧？买完甲鱼，随后来到约定的地方去找王正海。如烟，你买这么多菜做什么？这不是大白菜，最近便宜，我打算做点咸菜。到家之后，柳如烟把甲鱼拿出来，放在盆里找东西盖好，交代嘉豪别开卧室的门，这可是花了大价钱买来的。随后拿着一只甲鱼和菜，每个菜拿了10斤送到饭馆。神，我今天来带的菜，你看看这样的品质行不行？行，这菜叶看着新鲜的很。还有胡萝卜和青萝卜、洋葱这些各10斤。胡萝卜和洋葱能用到，这个青萝卜不太好卖，我们菜馆没有青萝卜的菜品。那没事，青萝卜回头我摆摊卖。神，你要不要青萝卜？你拿点回家吃。不用不用，我天天在饭店，后厨随便剩一点都吃不完。那好吧。对了，您看这甲鱼，咱们饭店能用得上不？甲鱼是野生的那种吗？从河里抓的。哎呦，野生甲鱼可是稀罕物啊，价钱可不便宜呢。不过咱这饭店平日里用的都是养殖的甲鱼，你有多少？我问问老板。一共有5只，一只大一点的有3斤，也有2斤多，还有个小的不到1斤。我们老板吃也吃不掉这么多。这样，你去梧桐路那边有个御膳房私房菜，你去那里问问老板收不收。御膳房私房菜？对，就是一些有钱人当官的喜欢去吃，你去那能卖上价。他热心的解释道，生怕柳如烟不明白其中的门道。你先去市场问问市场价卖多少，我对这个不懂，野生的甲鱼卖的贵。哦，好的，谢谢婶。这青萝卜可以腌萝卜干，这些你收着。你这孩子，我不缺这点。柳如烟头也没回的，跑到菜市场去了解价格。等他了解完，回到家，嘉豪带着佳怡和村里的几个孩子正围着甲鱼看。姐，嘉豪看到柳如烟回来，有些心虚。你带佳怡去大壮家玩去。好。等嘉豪带着他们离去，柳如烟把甲鱼全部装起来，关上门。御膳房的位置有点偏，走了半个多小时才到。有事吗？你好，我想问一下，你们这里的老板在吗？你找我们老板有什么事吗？是这样的，我这有几只野生的甲鱼，想问问你们老板收不收？我们店里有固定的供应商，你的货就算老板来，可能也不收。那可以麻烦你帮我问一下吗？不好意思，请你离开这里。我们等下还有客户要过来，你不要打扰我们的工作。话已至此，柳如烟只好拎着袋子走开，刚转身就撞到一个个子高高的男生，旁边的人都对他很客气。你好，有事吗？是这样的，我有几只野生甲鱼，想卖给饭店，可他们不收。甲鱼，你给我看看。你对这个也懂吗？懂一点。哦，中华甲鱼，品相不错。那你认识这里的老板吗？你等会我打个电话。男生说完，掏出手机打了个电话。过了一会，一个中年男人小跑着跑过来。极品野生中华甲鱼在哪？极品野生中华。柳如烟瞄了男生一眼，没想到他这么介绍，看老板的样子，今天这单稳了。在这里。